情深远，一叶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莲。故人久未见，粉饰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大王有令，任何人等不得擅自入宫。太子殿下尚未脱险，红莲公主又为贼人劫掠，大王听闻噩耗，震怒之下，已至龙体前安。现在的韩国已在存亡之际，而公子就在这场风雨的中心。风险越高，赢的才越多。我要找一个人，这可不是出自寻常平民人家，所以才找你来。在这里等我。王上处在封闭状态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可见夜幕的落子布局比想象的还要快。这并不是一局棋，而是一场赌博。有收获吗？需要等。你刚才说是一场赌博，跟谁赌？跟每一个人。赌什么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的确低估了叶幕的野心。姬无业与太子本是一系，原以为他要借此次百越天泽事件制造危机，震慑朝野，打压韩兄。难道他的意图竟然是……子房怎么不说下去？如果你父王死了，太子就会继位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假设。太子继位后，那么一定会对突破万难、成功营救自己的姬无业大肆表彰和重用提拔。姬无业现在已经位高权重，王上也是信任有加，
即便换了一个王，有多大区别？现在他还有政敌，有四哥，有我，有相国张大人，他不得不有所忌惮。你的父王虽然糊涂，但也还是明白权力的平衡和牵制。但这位太子，恐怕已经被姬无业左右于股掌之间。如此说来，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营救太子殿下。现在看来，太子的危机只是一个假象，他根本就不会出事。太子殿下未必真的安全。哦，假戏也可以真做。太子殿下如果出现意外，谁是直接的获益人？四公子，不错，他是最有力的继任者。问题是，你会选哪一种结果？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，我都不能允许。你有选择吗？无论哪种情况的发生，你都是牺牲品。要么作为司寇营救太子不利而承担失责之罪，要么作为政敌被继任的新王清除。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你说的他，似乎已经处在左右为难、完全被动的情况，怎么做都是错的。这就是他手中的这杯酒迟迟没有喝掉的原因。固然左右为难是很被动，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也意味着处在最有利的位置？韩兄有何妙法？既然我处在天平的中间，那么是否恰恰是平衡左右的仲裁者？有点道理。这种自我安慰倒是有趣。子房，我们去平衡平衡。这并不是一场赌博，确实是一盘棋，因为他们漏算了一枚棋子。如今韩非已经骑虎难下，左右两难，不仅不能扭转将军的妙局，甚至自身难保。将军是否开始下一步计划？将军，四公子到了。四公子深夜到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子房来，还我人情。正是，上次四公子仗义相助，由衷感激。哦，来日方长。子房为何急于深夜求见？因为事关重大，刻不容缓。刻不容缓。请四公子品鉴一物。
子房，跟我打什么哑谜？若非报恩，这个哑谜太过于重大凶险，子房不敢谈及。太子殿下乃国家重器，不容有失。姬将军紧急调动禁军，原本也属合理。然而禁军一被调离，天泽却出现在王宫附近，未免太过巧合。子房，知不知道你正在说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？子房心中困惑，如坐针毡，所以才斗胆来请四公子品评。子房是说，折戟沉沙，成王败寇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子房不敢说。这个问题是你祖父，还是老九让你来问的？是子房自己心中之疑，但想必无论祖父还是九公子，都有同样的疑问。此话怎讲？祖父与九公子今日想要面见王上，但都被拦在宫外。宫内称王上身体抱恙，一概不见。一概不见。哼，这个人情果然还得刻不容缓。如此危难时刻，唯有请姬将军亲自坐镇王宫护驾。你好像不喜欢他这种乐观的态度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也意味着处在最有利的位置？乐观就意味着把结果寄托在希望事情变好。这样不好吗？所谓的左右为难，并不是全部。其实，还有一种可能性。你是说，实际上韩王或者太子都是可以出现意外的？掌握真正的主动，比乐观的被动更有效。这是你的方式。你更喜欢他的方式？现在做决定的人是他。
小虫子出来吓唬我，本公主就会乖乖吃你们喂的食物了。我偏不要！你又是谁？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牵挂风和美。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笔尖。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难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光年。红叶拾几杯水，都去香山残雪，画风人手白卷。你身后风吹一夜，把竹剑撕成告别，莫为间昨日一层层凋谢。我浪好灰烬尘缘，云不回爱的瞬间，落叶卷是一样画风浓烈。你身后孤身一绝，把皓月剪成飞雪，人未远，昨日已冷冷绵绵。我浪好灰烬尘缘，云不回爱的瞬间，落叶卷是一样画风浓烈。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笔尖。小赌怡情，将军是偏好压大还是压小？